狐狸猫今天在翻阅照片的时候，发现有一张拍了2片吐司对照图的照片，一边的面包是干净洁白的，另外一边则充满了霉菌，整片吐司都变黑了。他想起这是小时候做过的关于面包发霉的实验。小时候他想知道霉菌是如何快速的让面包发霉，所以用实验的方式来观测结果。其实一个科学的实验，我们可以用比较严肃的角度来解释整个流程。科学是一个严谨并实事求是的学科，我们现今所学的科学知识都是先前的科学家透过前人留下的资料，加上自己的猜想，并且利用实验来辅助自己的假想，进而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科学家们所利用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指的是我们利用一个特定的流程来证实我们所要研究的主题，使我们研究是严谨而且具有可信度的。这是科学家们用来探讨自然界现象的标准流程哦。一个标准的科学方法可以分为几个步骤，分别是观察、产生问题、文献探讨、假说、实验、结果分析、提出结论。首先，我们会先观察所要探究的事物。以面包发霉的实验来说，我们先是观察到了放在书包中忘记吃完的面包会发霉，也发现就算将没吃过的面包放置不理，还是有可能会自己发霉。因此，我们开始好奇是什么原因使面包发霉的。查阅大量的资料以后发现，面包会发霉是因为空气中的霉菌所导致。而霉菌喜欢在潮湿而且有充足养分的地方生长。虽然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解释我们的疑问，但是如果能够亲自验证，才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我们设立假说，温暖潮湿的环境适合霉菌生长。提出假说以后，就需要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假说。狐狸猫翻阅着过去的实验记录，上面写到，需要先将实验分为2个组别，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用来验证我们所拟定的假说，所以实验组的条件都要与假说相符合，对照组则不做特别处理。实验组与对照组只能有一项变因不同，而其他的条件则都必须相同。在面包发霉的实验中，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潮湿的环境适合霉菌生长。实验组的那片面包喷洒一点水，对照组的则不喷水。其余的条件像是面包的大小、放入的密封袋等等，都应该相同。2个袋子放置于相同的地方，静待研究结果。我们分为1到7天来观察，并且拍下照片。实验过后，我们明显的看出有喷水的实验组别，面包比较快发霉，而且面包大部分都发霉了。而对于没有喷水的对照组，面包比较完整，只有一小部分有发霉。我们将实验过程与结果用拍照、画图或者是文字完整的记录下来。这些实验结果可以用来验证我们的假说，并且提出一个完整、能够说服人的研究结论。这个面包发霉的实验结论就是，温暖潮湿的环境是适合霉菌生长的。同学们，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最近台北频繁的发生地震，狐狸猫搜寻相关资料发现，可能与大屯火山活动相关，因此他提出，地震可能是火山喷发的前兆。请问括号内的叙述是属于科学探究历程中的哪一步骤呢？ A. 观察 B. 参考文献资料 C. 提出假说 D. 解释实验结果。答案是 C。科学方法中以搜寻的资料为依据，大胆假设可能的原因，在科学方法中称为提出假说。在整个科学方法当中实验设计就是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在设计一个实验的时候，我们会先搜集大量的资料，
包含前人曾经做过的，以及你所提问的内容，都需要经过全盘的搜索来拟定出一个实验。而在实验过后，如果所得到的结果与原先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依当次所得到的证据修改我们的假说，再从头实验一次。在拟定假说时，需要用可以应验的句型，例如我们所列的假说为温暖潮湿的环境是适合霉菌生长的，而不是环境中的霉菌会自行生长，这样没有明确条件的句型。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如果科学家在实验的结果中所得到的结果与最初的假设不符合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 A. 重新修改实验结果，使其与假说相符。 B. 修改实验步骤，使其与假说相符。 C. 依据实验结果下结论。 D. 重新修改假说，再重新设计实验，并观察实验结果。答案是 D。实验结果与假设不符合的时候，需要重新修正假说。多次的实验结果皆与假说符合的时候，就会形成学说。要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我们必须要遵守观察、提出问题、搜集参考文献资料、提出假说、实验、结果分析、提出结论这几个步骤。而实验过程中，如果发现所得到的结果与最初设定不符合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去修改我们的假说。同学们在发现生活中的疑问的时候，也要记得使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哦。我们下次见，拜拜。